大家好，在微信群里面的话，我也看到这张图片了啊。这张图片的话，最近流传的比较多啊。这张图片的话啊，据说是在罗湖口岸拍的啊。我先说一下啊，罗湖口岸或机场这种地方啊，基本上汇率差价是非常非常大的啊，就是买入和卖出啊，汇差特别大，而且呢，这个差价呢，达到你一个惊人地步啊。这个照片呢，据说是做罗湖口岸拍的啊，那其实也不奇怪啊。就有点像你在路边上吃一个兰州拉面，跟在机场吃个兰州拉面啊，价格是不一样的啊。我曾经在深圳的宝安机场吃过一碗兰州拉面啊，60块人民币啊，所以说很正常啊。比如说这个想表达意思吧，很多人就想表达意思就是说呢，人民币在跌啊，1:1块了啊，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啊，只能说港币呢，它对标是美元，它的就是美元的换个壳。那正常来说的，你不应该看这种牌价啊，这个只是商户的一个牌价啊。我还知道有一家公司啊，这家公司啊，叫 Travelex， 中文名叫通济龙吧。这家公司呢，经常在一些国内机场啊，包括国外机场啊，都有这个店铺啊，实力真的很强。但是这家公司的汇率，我觉得不太理想啊，只能说你自己还注意一下吧。他说的啊，在遍布中国主要机场啊，那他都说了啊。一般来说，我看汇率啊，比如说如果说我就看港币的汇率吧，今天以港币为例啊，有一个网站啊，这个网站我之前在我的视频中也介绍过啊，不过多介绍了啊。比如说我这边选好了，今天 CNY 啊，人民币价格是吧？它这边是现钞啊，商户买入和商户卖出，是不是？可能你看不太懂啊，只能说你一般来说的话，比的话啊，我就看这个差价啊，差价大不大啊？比如说916跟934啊，差价有点大啊；936跟940啊，差价不大啊；938跟940的话，那差价更小了啊。这家的公司应该是挺好的啊。他买入和卖出差价大不大就行了啊，知道黑不黑了啊？那比如说我输入1万啊，这边1万人民币啊，那这个上环小女孩啊，1万人民币的话，他给我是10638港币，那等于说我把人民币给他了，他给我港币10638啊，那我后悔了啊，如果后悔的话，我要加23港币啊，等于说10661港币，我再把这个1万人民币赎回来啊，当铺的原理啊。就这意思啊，等于说我这个一买和一卖，这个让他赚了23港币，对吧？那如果说你选别的这种啊，比如说这个大华的话，那你这个就差价大了啊。比如说他给你虽然高一点啊，但是你要买回来的话就贵了啊。还有一个网站是也非常不错啊，但是我这边不能展示网址啊，你可以再看这里啊，港币啊、美元都有啊。你可以看银行外汇牌价，这些银行的话是国内银行啊，你可以选择啊，比如说一般来说啊，现汇啊、现钞啊这边都有啊，你可以对比一下啊。比如说港币卖出的话，它卖给你啊什么价格最便宜啊？那9337应该最便宜了啊，那一般都934是吧？还有一点呢，比如说如何看这个人民币汇率走势啊？我有个比较不错的网站啊，差异是非常著名的网站啊，你这边有个图表啊。那比如说我现在选中的卢布啊，卢布就不要比了啊，不是主流货币啊。那我们比美元好了啊，1年期的啊，1年期啊，其实人民币跟美元对比的话啊是负，就跌了1%啊。那如果说欧元呢，就跌的比较多了啊。那欧元的话是负6%是吧？那如果说英镑的话，其实啊，英镑它跟欧元区最近的话，欧元在加息啊。那如果说加拿大元啊，你看加拿大元的话，其实说实话啊，还是人民币涨了啊。那所以说你这个人民币你不应该啊，这只针对美元或针对欧元啊，你要这样比的话，那肯定跌了。那如果说你比它更多的啊，比如说那个澳大利亚啊，那澳大利亚的话，你看啊，澳大利亚而且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国家嘛啊，应该它也没有陆地接壤的国家啊。那你看这个澳大利亚元的话，它是1年期也是人民币涨了啊。那所以说对标的话，你要对标多一点啊。比如说那日元的话就更加不用说了啊，那1.98是吧？那印度啊。那还涨了啊！基本上，其实话，人民币啊，其实也就是因为有些国家欧元跟美元的话在加息啊，那美元加息这个周期啊也快结束了。你可以看看美元的这个10年国债利率啊一直在涨啊。如果说等美元这个加息周期结束，人民币啊肯定是相对来说啊会升值。其实不是说人民币的跌啊，是因为在美元在涨啊，不是说人民币变矮了，只能说是美元变高了啊。应该这样说啊，如果说什么时候哪天美元那个加息不加了啊，美元的话肯定要往回跌啊。好，我再说一个冷知识吧，比如说澳门特区啊出台新规打击洗钱，持银联卡在 ATM 取钱要刷脸，这个啊是银联卡在 ATM 取钱要刷脸，知道吧？在国内啊，比如说我们去 ATM 取钱都不需要刷脸，那为什么在澳门偏偏要刷脸呢？
因为这个 ATM 机啊，在澳门啊，他很多人提取港币之后呢，提取之后啊，他去把港币去卖掉啊，卖给谁呢？因为澳门有很多赌场啊，赌场里面吸烟室啊。如果说去过赌场的人呢，再去过吸烟室的人啊，你刚走进去，他就会问你，哎，那个帅哥啊，大哥啊，你要不港币啊？最近手气好不好啊？有没有输钱啊？这个时候啊，他卖给你港币啊，让你支付宝转账给他啊，所以说导致现在澳门为了这个情况，所以说呢，它有人脸识别啊，也就是全球唯一一家了啊，哪怕你拿银联卡到香港去取钱都没有这种情况啊。那为什么呢？就单卡年度限额10万人民币啊，我也说过啊。所以说很多人呢，他就利用这个规则，然后有套利嘛，为赚钱空间嘛。那所以说他拿这个家人的或别人的这种银联卡到澳门去取了港币，再去赌场里面的吸烟室去卖掉啊，所以说才炒这种规定啊。然后我也上次听说了啊，就人民币其实在哪个地方汇率最高呢？也很奇怪啊，人民币据说美国旧金山的唐人街人民币的汇率反而是最高的，为什么呢？一些人想要怎么说，交易上避免税，第二个呢有回国汇款的需求啊，那个人外汇的话，个人私自换汇啊，那其实在美国也违法，在中国也违法啊，那反正这个有这需求在啊，所以说导致人民币汇率在美国旧金山还挺高的啊，只能这样说。